撤！令不疑听诏，制诏前将军令不疑，斩将破军，制胜千里，当贼寇之威，平干戈之势。经此一役，天下初定，功勋犹著。今封令不疑光禄勋副尉，统领羽林卫左骑营，令总领北军武校之乐骑卫，加官侍中，可入晋受事。特赐带剑履上殿，上朝不屈，暂拜不明。臣谢恩。林将军请起。将军接诏吧。听说将军回来啊，圣上一宿未眠。他本欲亲自来迎，被御史左大人给劝住了。哎呀，林将军，赶紧换上圣上赐的车服，咱们先行回宫，圣上亲自设宴为您接风啊。转告圣上，臣收到要案信报，待处理完之后，便回宫陪圣上用膳。届时，臣会亲自向圣上请罪。出发。是。这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呀？该不会病死在里面了吧？都说祸害1000年，才病了不过月余，哪儿那么容易病死啊？哎呀，都跟你们说过了，四娘子就是被你们丢在庄子上才重病不起，现在身子还没好呢，走不得。哼，走不得也得走。还有半月，家主便要归来，现下别说他是病了，就是死了，也得跟我回去。四娘子，想必这些时日也没吃过什么热食了吧？我今天做了不少吃食带来，吃完了好上路。你要是再不开门，这食盒子老夫可全倒了。就这点出息！撤！撤！慢些，慢些，咱们病了这么久，可急不得。你又不是不知我饿了多久，我能慢得下来。可这一次进太多，只怕会伤了脾胃。人家有了命，才会有脾胃。
遵命啊！这群庶子，那你还有脸来？月前女公子烧得险些要了命，他们未曾差人问过一声。今病见好了，这人倒是来了，定是没安好心。我这将死之人，连我爹娘都不惦记，如今倒还来了人了，倒真是挺稀奇。可是这些年，家主女君总差人送信回来，可见他们心中是记挂女公子的。这么些年，就凭这几封信的记挂，这天底下还是头一遭呢。可惜我命硬，要不然他们收到的可就是我病死的回信了。吃完了没有？吃完了，老夫带来的吃食就得跟我们走。程家没有饭菜，白给你们吃。少主公，抓吗？不急。四娘子怎么说也是尔等的主子，你们这般行事，莫非是要欺主？哼，她不过就是个没人管的丫头，还真把自己当主子了。你开不开门呐？你要是再不开门，我可闯进去了！你干嘛？然后，嘿，我就不信了，嘿，我今儿还带不走你了，是不是？我就，你给我回去！啊切！谁让你们把这糟粕摆在门口的？这是故意害我，是不是？哟，李管夫，李管夫怕是忘了，前些日子我命莲房去告知二叔母，说这屋里虫蚁太多，住不得人。二叔母说我是来此处思过的，又不是来享福的，就命我准备了这些草木灰。我方才听到李管夫敲门，这是怕草木灰熏着你，才让莲房赶紧把这些东西拿了出来。谁知道你不知礼数，贸然的闯了进来，你这是让小辈难做呀！别扶我！你，哼！四娘子，别拿那些没人信的话来打发老奴。老奴知道你心有不甘，可怪也只能怪你自己品行不端。夫人把你关在此处思过，那是为了管教你，免得你日后不懂规矩，做出祸害程家之事。夫人的一片苦心，四娘子理当心怀感恩。自然是要感恩的，要感恩你们，没把我在这活活饿死。看看我新打这赤金当，是不是比隔壁那万老太太上回戴那个玉的显得更贵气？哎呦，我这从大早上开始眼皮子就不停的跳，心里怎么都不踏实。军哥，不会是要出事儿吧？喂，你少帮我们家大郎战功赫赫，眼瞅着就要回来了，有什么事是他躺不平的？我就是担忧此事啊。
这明白的，知道您将四娘子送去庄子上是为了管教她，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您和我联手苛待了她呢。万一这丫头在旭伯面前又说了些不知轻重的话，那萧云一知道了，不得觉得您当年把那四娘子硬留下来，就是为了让她吃苦啊！这些时日，夫人无时无刻不记挂着四娘子的病情。今天特命我来接你回去。我们家女公子身子未好全呢，受不了奔波折腾。四娘子又不是你捏的，还能折腾惨了？你休在此处碍事！来人，接四娘子上车。不必拉我，我自己会走。那老欧准备上马车了，看来这董贼应该不在马车上。你那眼神可得再练练，哪来的什么老欧？明明是个小女娘。这哪家府上的女公子穿得如此粗陋？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赶紧上车，磨蹭什么呀？快点儿！你躲开！碍事！这车上怎地股汗馊味儿？这味道最重，莫不是李管夫身上的？哎，快走！他个下人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公子放在眼里。这不是李管夫身上的，这是多日未洗澡的男人味儿。男人？赶紧走！赶紧走！赶紧走！男人是什么味儿？臭味儿。只盼家主和女婿能早日回来，到时候咱们想吃什么没有？谁说爹娘回来就有吃食了？往后的日子是好是坏，还说不定呢。那自然不用像现在这般任人欺负了。今儿又着急带病赶回去，这么急吼吼的，也不知是为了哪。还能是为了哪般？自然是府上出了比置我于死地更大的事儿。哎呀，这个四娘子啊，这个性子随她阿母，令人生厌。这个萧元一个二家妇，有什么好的呀？大郎非她不娶，这……哎呀，咱不说了。啊，对了，那四娘子，你今一早不差人去接她了吗？是。她苦，她能苦得过我？啊，我带着3个孩儿长大。想当初啊，你君就回来了，老夫人回来了。回来便回来了，大呼小叫的做什么？我的情绪刚起来，送她回房躺着便是了。不是四娘子回来了，是家主回来了。谁？我儿大郎回来了！哎呀，我儿回来了！怎么那么快呢？哎呀，大郎回来了！哎呀，我大郎儿回来了！哎呀，我儿回来了！10几年呐！哎呀，神仙保佑啊！神仙保佑，我儿回来了！君姑，回来了。你都回来了，我儿大郎呢？元一，元一，你喜欢的蜜儿。哎呀，儿啊，儿，
哎，爷爷，谁知10几年过去了，还是那老鏊在做，快去身上尝尝。进城了也不知道回家，去什么点心铺子给你媳妇买点心，也不知道给阿母带一份儿。儿啊，儿啊！啊，阿母，大郎，大郎，阿母，阿母今日又吃生葱了，一看就是吃撑了。你在乡下养成的习惯，这10几年怎么还未改呀？哎呦，哎呦，你这个不孝子！要没有当年阿母在乡下务农耕田，怎么把你们3个兄弟阿母的拳头果然有劲，不减当年啊！哎呦，儿，军姑，将军在外征战多年，一直担心您的身体。如今看来啊，您力气不减当年，定是身体康健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军姑，这10几年来，袅袅在家可否懂事啊？劳烦军姑费心了。啊，哎，对呀，袅袅呢？袅袅怎么没有出来接我们呀？他呀，不在这儿。先放马车，停下查验。吁，停车！将军，拦住我们何事？奉朝廷指令，捉拿嫌犯。来人，搜马车。慢，车上乃是程氏、程校尉家4娘子，再无旁人了。诸位将军，我家女公子尚未婚配，怎好轻易让男子搜车？李管夫住口！吾等既是武将家眷，更当听命行事，岂能耽误诸位将军公务？诸位将军，就念在他獐头鼠目、蠢如猪狗的份上，莫要见怪。女公子当真敢被搜车？既是朝廷捉拿要犯，臣是自当听从，做事不亏心，自然敢。只是搜车之前，还请少将军上前一步说话。说，少将军，搜车能有什么趣味？我家旁边的草垛里，那才有趣的紧。天干物燥的，若是那草垛不小心着起了火，说不定还可以大变活人，到时候可就更加有趣了。哎呀，将军，我家女公子高烧半月有余，整日胡言乱语的，将军千万不要当真呐！当不当真的，烧一下不就知道了。少将军，我家虽不是什么大夫，不过一个草垛还是烧得起的。哎呀，烧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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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少主公，我们还是不能听他一面之词，还是请这位女公子下车搜一搜吧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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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着火了！哎，误会呀，将军！着火！哎，误会！哎，
放心。哎呀！李管父，将军都说放行了，你怎么还不肯走啊？死娘子你！要想活命，就别废话，压着去走。哎呀！这不是误会啊！哎呀，饶命！饶命啊！哎呀，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我是程校尉的新媳妇啊！念及你们都是正宗袍的份儿上，高抬贵手，高抬贵手啊！刚才马车上坐的当真是程家四娘子？你当真是他亲舅爷？千真万确呀！夫人宽大，本已原谅了四娘子所犯的过错，可如今你又害得董舅老爷落难，就是夫人也护不了你。比起二叔母差点害得陈家全家落难来讲，我出卖董舅爷不过是小事一桩。四娘子，你阿父阿母还有半月才能归来，你当真现下就要强横起来了？家主和女君也回来了，怕是现在高兴还早了些。他们要是真的把你这个女儿放在心上，又怎会自你生下便弃了你？程少商，哎，就那死丫头，从小就缺爹少娘，是个为人教的害人精。她懂什么亲长里短呐？哎呦，就是看在程校尉的份上，你饶了我吧！程少商。哎呦，儿啊，想死阿母了！我这，哎呦，来，快张大嘴！自己来。儿啊，刚才葛氏说的吧，也不是全无道理。哎呀，这个四娘子啊，性情顽劣，我们给她送到乡下去呢，就是想好好的管教管教她。再说我们。停！哎呦，夫人！哎呀，出大事了，夫人！出什么事儿了？夫人，出大事了！就是那个有娘生没娘养的四娘子，害得咱们董舅爷。喂，哎呀，你胡诌什么呀？这怎么是？董舅爷怎么了？你方才说谁有娘生没娘养啊？就是那程少生。家主，家主救命！女公子发热不退，被他们丢到庄子上自生自灭，险些送了性命。今日李管父却忽然上门，嘴里说着即便是死，也要将女公子拖回来死。那我家袅袅现在何处？阿父，阿母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袅袅。袅袅，这可是我的袅袅，怎么这般憔悴啊？阿父。
哎，阿母，娘娘，终于活着等你们回来15年来，我在外面镇守拼杀，本以为娘娘在家有人照看，定会衣食无忧，谁想她竟被养成这般。大郎，你这话是在责怪阿母了。果然呐，老了，遭人嫌弃了。儿啊，你这么多年不回家，一回来就给你心腹买点心，为你女儿鸣不平。可是阿母呢？我这么多年操劳下来，也是落了一身的病。阿母，娘娘，娘娘，你阿父去世的时候，你们兄弟几个怎么说的？说你们长大了有出息，要好好孝顺我。可是如今呢，你这是分明想让阿母去死啊！曲伯，此事应该怪我。这平日里我万事都听少商的，因此竟将四娘子教的是顽劣不堪。他上次还差点害死我娘家侄子幺哥呢。我们将他送去庄子上，原也是想要好好的养一养他的性子，也没想到四娘子身子娇弱，如此不经教育啊！这10余年来，我对这四娘子那也是多有体恤照顾，无不尽心的。尽心？便是连件像样的衣裳都不给女公子穿吗？连个被人使唤的蠢妇都可以口无遮拦的羞辱女公子。你是谁呀？我们程家的事情还轮不到外人插嘴。君姑，秦从并非外人，乃是我结拜的义妹，这些年一直在军中跟随我。哼，外人都比自家人会心疼人。来人啊，把那个老媪押去柴房，大郎，让他养养性子。造孽呀！儿啊，你15年不落家，你这是受了谁的挑唆？一回来就给我摆威风，你眼里还有没有阿母啊？哎呀，君姑便是心急阿母，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阿母，就你会种。快来人呐！阿母，这屋里还有老阿母，女公子，怎么了？女公子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房间在哪里？第2层。哎呀，那我这……哎呀，君姑，快喝口参汤缓缓吧。这再怎么心疼孙女儿，也不能怠慢了自己个儿的身子呀。人家父母可不觉着我疼孙女儿呢。哎呀，怕是猜疑咱们婆媳这么多年虐待她闺女呢，也不想想啊，10几年呢，你们不管不顾，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个小婴儿拉扯大，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小娃娃哪有不得病的？不过是烧几日，就这么鸡飞狗跳、苦苦丧丧的。你们不放心，你们自己拿去养啊！老夫人可真会说笑，好像四娘子是我家女君不愿意养才留在家中，
这世上哪有亲娘愿意抛弃尚在襁褓中的孩子，还不是有人给逼的。青葱，贱婢，胆敢造次！来人，掌杖！造次什么？难道青松说的有错吗？当初留下袅袅就是为尽孝，如今却说的仿佛我们夫妻不肯养育，反是不孝，烦劳了阿母。旭伯，此话说的也太伤君姑的心了。你们只知四娘子此时病了，躺在床上可怜她，可又知道平日里这四娘子那是甚是顽劣，时常累得君姑动气伤身呢。这世人皆是疼子女多于疼父母的，可我且问一句，旭伯，孝顺君姑不是你作为长子应尽的本分吗？哎，袅袅，你醒了？我起来。给诸位长辈行礼。你还病着，这些虚礼就不用了。老阿父阿母担心了，这是自袅袅懂事以来，阿父阿母第一次见我。往日不曾在席前尽孝，今日理应将这些礼数补全才行的。哎，你姑娘，袅袅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袅袅不懂事，阿叔母罚我，也是该的。乖孩子，先歇着吧。我家袅袅病成这样，尚且礼数周全，你们却冤枉她顽劣不堪。我这个做父亲的，连问一句都不成吗？那我去死，我给他赔命好不好？君姑，你可娶了心腹忘了娘的庶子啊！这与元一又有何干系？阿母何必又寻他不是呢？自从你进了我们程家门，无论是大大小小、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，只要你一张嘴，我们大郎就是好好好，是是是，对对对。他还把我这阿母放在眼里吗？哎呀，你不说别的，这么多年你们在外头得了多少赏赐，俘获了多少，你们不跟我说。别人也不给我透风，我就是个孤袄啊！我就是被你们瞒着呀！阿母，天色不早了，劳烦君姑还来看望袅袅，还请君姑先回屋歇息吧。我歇息在棺材里，你们就高兴了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这口气我喘不上来啊！我得找个地方我喘喘气去啊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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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袅袅，你也好好歇息着，我这就吩咐后厨给你做些你爱吃的。那阿母可知我爱吃什么？家主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黑甲卫，把咱家院子给围了。啊？可是林将军亲临，在下正是，程校尉认得在下。林将军说笑了，咱们这些武将谁不曾听说过林不疑、林将军战无不胜的威名啊？今日我奉命捉拿一位坚守自盗、贪墨军械的贼人，不慎惊扰了府中女眷，还望田校尉海涵。坚守自盗，哼，此等败类就不该放过。
林将军抓得好，还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啊！陈校尉大义，令在下佩服。林将军此话怎讲？莫非林将军认识我家娘娘啊？不认识，但也不能算完全不认识。你快仔细瞧瞧，来的这些可是今日查董舅爷之人。我听这声音倒是像，难不成真引董舅爷连累了程家？更怕会连累我。林将军，里边请。林将军，请坐。将那蛀虫带上来，给陈校尉验明。这便是那督导军界的鼠辈，是该惩罚一番。吾等行军在外，最恨的就是这些硕鼠蛀虫，连累了多少将士在阵前送命啊！林将军若需程某帮忙，程某义不容辞。程校尉不认得此人吧？救命啊！是我呀！啊，舅父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个都是你的好女儿啊！将军应该渴了吧？奴婢煮了碗热汤。你嫌我不够惨是吧？林将军，这其中可有误会啊？董仓管的形势，想必程校尉比我更清楚。他贪墨军械，证据确凿。今日我过来，就是想告诉程校尉，无论军功再高，若行助国之事，我定察不饶。还有一事，在下想要致谢。致谢？没错。李公子，他们里面未曾说你坏话，还说要向你致谢。忠义为先，孝礼为后。为汉正义，不惧长辈，亦不惜灭亲。程四娘子这般心性，在下只在廷尉府那些掌用刑讯的同僚身上见过。程四娘子的将来，大有可为，不容小觑。过奖，过奖。告辞。他这不是在说我吗？什么忠义为先，不就是说我不孝吗？不惧长辈，就是变着法子说我目无尊长，还说什么我与廷尉府掌管刑讯大人相似，那他不就是说我性子泼辣，不似女娘？真以为我听不明白呢？林不疑，好个林不疑，恩将仇报，不懂道义。邵主公，圣上没怪罪你没进宫，就直接去办案了。怎会怪罪啊？邵主公是圣上的义子，圣上怎么能忍心呢？邵主公，圣上没赐个手谕令牌什么的，
让咱们想查谁就抄了他的家，大杀四方。那到底改了没有？等咱们还在战场，就知道打打杀杀。今日凯旋归来，圣上说功可抵过，但关于这军械案，圣上的旨意是再缓缓。那咱们不再继续追查了？哼，我何时说过不查？偷换军械，乃我心中多年芒刺，缓不了。不是说再缓缓吗？笨死你算了。少主公，到城阳侯府了。咱们回都城，尚未曾去拜见城阳侯。日前在外征战时就听闻，朝中已有些闲言碎语。不过是非议我不孝罢。他们编排我的罪状多了，不怕多这一条。君姑可要爱惜身子，千万别气出毛病来。此事原也怪我没将舅父藏好，我原想着将舅父藏去庄子，总无人发现了吧？谁知这四娘子如此狠心，她记恨我和君姑曾罚过她，居然狠心报复，就是安排的不好，靠不住的东西。胆敢窝藏罪犯者，论罪当牵连同坐。若因此而连累了君姑，那才是真不孝。照你这么说，四娘子害得舅父被抓，不但无错，反还有功了。舅父贪墨军械，袅袅大义灭亲，有何不妥？地府若是不服啊，大可去衙门白审一番。旭伯不要欺负我是个内宅妇人，便拿衙门吓唬我。这官场上的道理我是不懂，却也知道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，岂能互相出卖？旭伯还是赶紧想法子将人赎出来要紧。难道忍心看着君姑如此年纪还饱尝失亲之痛吗？贪墨军械是有军法处置的，我哪有本事去赎人呐？我不管，大郎，你得想办法救你舅父出来。大郎，你现在心里只有你心腹一家人，你根本不心疼你舅父，也不心疼我这个当娘的。上次我让你拿2万钱给你舅母娶心腹，你就是不肯。你心腹兄弟念书是多少钱？你连眼都不眨一下。你心腹的兄弟是兄弟，你阿母的兄弟就不是兄弟吗？这别家心腹都是拿着娘家嫁妆补贴夫家，只我家四妇倒拿着夫家的银钱去倒贴娘家。那不是娶心腹，是纳妾续婢。年纪轻轻的，读书娶心腹才是正理。再说了，那些钱是袁一陪我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换来的，他用有何不可？本都是一家人，何分娘家夫家？我倒是不如地父算得如此的清楚。难道是嫌君姑经常拿钱补贴娘家吗？君姑绝无此意啊！你们一个个的都不是好东西，滚！都给我滚！旭伯、四父，你们此次回来的匆忙，主屋尚未来得及收拾搬出归还。我在后院腾了几间屋子，让你们一大家子居住，也便于你们和睦。你让我们一大家子住在偏房，便于？怎么便于啊？旭伯与四娘子不是10余年未见了吗？那我这么安排，正好让你们亲近亲近，不是吗？就依地父的安排。
夏贤良，我偏住着主屋不搬，我看你奈我何？我们对不住娘娘啊！你看她嘴唇白的，一点血丝都没有，也不知在家中吃了多少苦。女君，莲房来了。知道了。葛氏可曾为袅袅找医师看病？钟夫人说，小孩子烧几日便好了，一直不管不问的。这些年，我们时不时被送到乡下庄子，明明父母在阵前证明，女公子是半分也没有花着，非但缺医少粮，连生病了也无人照料，任我们自生自灭。那无缘无故，为何把袅袅送到乡下庄子自生自灭？钟夫人嫁进程家10几年无子，便想着收养娘家10岁的侄子幺哥。前些日将幺哥带来府中生活，女公子也是好心，给了他一葫芦蜂蜜当零嘴儿。没想到葫芦一开，便引来了野蜂，野蜂蛰得幺哥满头包。钟夫人便让女公子去磨磨性子，正是滴水成冰的节气，便被丢到那庄子上。这葛氏甚是歹毒，真该让二弟休了他。装满蜂蜜的葫芦是幺哥自己打开的，还是袅袅亲自打开的？10岁的孩童自己连盖子都打不开，还要求袅袅来开。吃蜂蜜为何不到屋里去，偏要在花草满地的院子里吃？有些事要么不做，要做便做得妥当，免得落人话柄。将军，我方才找医师问过，袅袅此次晕倒，不是因为着了风寒，而是因为伤了脾胃，吃撑了。那是因为女公子饿狠了，平日里他们连一顿饱饭都不给，今儿是着急将女公子带回来，才送了些吃食。女公子饿了几日，一时之间吃猛了才，他是怕吃了这一顿没有下一顿，不然何必这般呢？我们在外打仗，本想着袅袅在家里头吃喝不愁，谁知竟过得连流民都不如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先退去吧。是。女君在女公子身边已留下了知心照顾之人，可没想到还是让那葛氏坑害了。如今既然我已经回来了，这些事定然不会再发生。天色不早了，将军不是还要去探望二弟吗？我去看看。都说病去如抽丝，女公子如今这般亏了身子，还不知道要将养多久才能痊愈呢。他近日晕的倒是时候，刚好给我们由头，挑出菌菇理亏之处。我这阿母倒是眼毒，怕也是看出我在装晕。可对苛待我的人，为何又装瞎？还是女君想的周到，故意将归期说迟了半个月，他们来不及遮掩，真就露了马脚。这些人心中记恨女君，便迁怒于女公子，如此苛待她。原来不是不知我在家中受罪，只是故意放任罢了。家主这般心疼女公子，应该是不会再万事都顺着老夫人了吧？放心，
将军若是妇人之仁，臣妾早死好几回了。将军是个明理是非之人，这天下哪有斗不过君姑的心腹，就是看夫婿肯不肯帮手罢了。哼，拿自己女儿来行苦肉计，好让阿父与大母离心。阿母这法子是真够狠的。我不忧心夫君，我只担心自己撒手不管10几年，这朽木再难雕，如今只能严加管教，费力气把歪树掰直了。不去管欺负我的，反倒琢磨着来管教我，可他不如靠近，看来还得我自己来。命你派人监视程家，可曾照办了？程家整日鸡飞狗跳，都是一些女眷之事。听说程老夫人生气，程四娘子出卖自己胞弟，要整治他呢。属下查了，这几日程府中人并无异样，除了程家二房夫人葛氏。属下核实过，当日左蓝武等搜查的，便是二房仆妇李管父。少主公，这是程府小厮送来的包袱，说是程家四娘子给少主公的。哟，难道想用银钱贿赂少主公不成？怎么是一堆破烂儿啊？这程家人可真是一个比一个孝顺的。啊！少主公，不出你所料，这布庄账簿果然有问题。董仓管在这家布庄投下了8万钱，他俸禄低微，此钱定是赃款无疑。少主公还没扔了这程四娘子捉弄人的破烂。这程四娘子送来这些，莫不是也想告知咱们布庄之事？干稻草，一指那日董仓管藏身草垛，而这碎布则点名布庄。哼，当真有意思。这程四娘子绕了这么大圈子打哑谜，莫不是想卖我们个好？这程四娘子是想让咱们助她脱身吧？为何要助她？她怕是早就为自己谋好后路了。我不喝，你拿走吧。这是家主央求宫中医官开的药，好生灵验呢。李公子，你好歹喝一些。我病都好了，为何还要喝这缺德玩意儿？这药不仅治病，还补身呢。李公子赶紧把药喝了，喝完就可以吃点心了。你替我喝。嘘，有人来了，起身。我儿子还不见好转啊！娘娘见过阿芳。我儿就不必行礼了。这身子怎么还这么虚啊？哎呀，都怪那葛氏，养亏了我家袅袅的身子，补都补不上来。来，躺下。这药都快凉了，赶紧为女公子喝了吧。是。啊，来，喝了吧，来。
我儿子他落泪了。阿父，啊，这药太苦了。不如往汤药里放些饴汤。医官给开的药怎能随便往里加东西？所谓良药苦口，这病一日不愈，就得日日喝。你阿母说的也对，听你阿母的，良药苦口，喝吧。娘娘乖，待你病好转些，阿父带你去骑马，看正旦后的灯会。啊？嘿嘿嘿。哎呀，我家娘娘生得好看呢，万兄他们家的那一帮小女娘啊，凑在一起攥成一束喇叭花儿，也不如我家娘娘好看。将军，女孩子家整日夸美貌有何用？多些才学德性才重要。赶紧喝了吧，娘娘。喝吧，喝吧。君姑又闹了，赶紧去看看吧。哎呦，我的天儿啊！别喝了，待会儿啊，阿父给你往里面放些饴汤。我的那个宝弟呀！看见他，好像要上场了。妈的，我可是活不了了！哎呀，旭国不会这么缓救老爷的，君姑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。阿紫，你就算死也不能现在死啊！你要是真死了，那你的妖弟可就没人救了呀！哎呀，我们董家是造了什么孽了，竟然被抄家了？若是在院中搭一个戏台，大母一人就能顶个戏班。我活不了了，我要跳井啊！你们别拦着我。阿父上场了。我不活嘞，我跳井嘞，我跳井。阿母，你使这么大劲干嘛？想把我推下去啊？我想想通就得了。你这又闹什么呀？井口小，你跳得进去吗？你看大母粗壮的双臂，那搭上把，不当个将军当真是可惜了。就算是掉下去，不砸出口心子来，也别就不错了。这井口小，我跳不进去呢。我就撞墙，我见你阿父去，你拽着我点。哎呀，我撞墙了。君姑，君姑，你没事吧？你撞墙试试看看有事儿没事儿。你拽着我胳膊，拽我袖子干什么呀？我没想到您这么大劲儿啊！真想看我撞死啊？旭波还瞧着咱们这儿呢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天儿！你说，老夫人演这出，家主能信吗？阿父虽说是心地善良，不过也是身经百战、杀敌无数的大将军，怎会被这种伎俩蒙混过关？君姑，这些年一直在阿母身边，一招一式驾轻就熟，与大母过招，不会输。孩儿不孝啊！我没本事救主救父啊！我太难了，太难了！
曲伯，这不是为难君姑吗？这好歹是一家人，再难也得把董舅父先救出来呀！我家将军可是给君姑跪拜呢，弟妇还不赶紧闪开，也想接受此跪拜不成？你怎么受得了我家大郎一拜？快躲开，躲开呀！干什么呀？想看我的笑话啊？我呀，之前就跟阿母说过了，舅父这个人啊，手脚不干净啊。阿父不愧是大王亲儿子，演的跟真的似的。能劝也劝了。女公子啊，也不过是家主的亲女儿了。他就怎会被逮到了？哎呀，你阿母太可怜了，娘家几个兄弟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就剩你舅父这么一棵独苗了。要不是因为他日子过得苦，怎么会养成贪便宜的性子呢？哎呀，要不把咱府中的银钱全都搬到舅父家去得了？哎呀，哎，对。哎呀，外甥啊，你其实救你舅父呢，那就是救你阿母啊！我们是一家人，分不开的嘛。哎呀，不是不救，是不能啊！那个林不疑，他就是个铁面阎王。若非孩儿刚刚立下战功，返回都城，他前几日连我都敢一起逮了，我哪敢再去求他呀？哎呀，你个黑心的庶子啊！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你舅父去死吗？就是啊。好，我现在就到御前告你的状，说你忤逆。我听说了，当今的圣上最崇尚孝道，官员被告忤逆，轻则罚钱挨杖，重则罢官免职。我看你怕也不怕。君姑，你可知忤逆是何等大罪？挨杖免职是小，若充军杀头，君姑又当如何？还杀头？没人说呀。阿母只管去告好了。若因不肯听从母命去打点，为舅父脱罪，此等不孝行径，就是告到圣上跟前，我也是不怕的。如今你当了官了，拿国事来压我呀！我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吃不喝了。你说老夫人果真一心求死吗？我与你打赌如何？10天半月，死不成。热闹看够了没？这哪看得够啊？如今不过是第1回合吧。尿尿见过阿母。女公子是不是受风了呀？哎呀，许是刚才出来透气，被风给吹着了。阿母不必担心。既然身子不适，为何不在床上躺着呀？外面风大，还是回屋躺着吧，不要再出来。知道了，阿母。我还以为父母归来，日子能过得痛快些。如今看来，倒不如从前潇洒自在。可这母亲在言，总比叔母强的呀。女君也是心疼你，一切都为了女公子好。我被骗了，反正也骗不着我。
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这个人好不识趣，少主公问他话，非要在少主公面前撒谎。我们少主公是1等1的聪明人，怎看不出他的花样？这不，赏了他病刑。这什么病刑啊？就是拿把刀啊，从你的膝盖骨里捅进去，然后挖呀挖呀。别做了，别做了。这算好的了。上次有个人嘴硬，你听说过灌铅没？就是在你的眼睛上凿个洞，然后把铅给灌进去。开门！你看，行，领着去。领着去！哎呀，领着去，饶命！守仓管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程将军已经恳请在下秉公执法。现如今，无论你在打什么算盘，都已经落空了。我此生最痛恨人撒谎，但凡遇到撒谎者，必验之、杀之。如今葛氏布庄账本已在我手，你竟敢还说谎话！那个将军，我真是冤枉啊！来人，大人，带他去吧。走！将军，我什么都找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好妹妹，让我瞧瞧，你怎么瘦成这样啊？老夫人，我也没想我找你了。晚些啊，我就去找那林不疑，问清舅父的情况，也好让阿母消停些。毕竟舅父因袅袅举报入狱，只怕还会被阿母为难。夫君，也不是没有两全的法子，你可记得胡敖？谁？啊，阿母当年那个手帕胶。外面兵荒马乱的，若不是你家大郎救了我们，老夫可没命再见到你了。哎呀，当日我被贼人围住，那刀啊朝着我身上就劈了过来。幸而程校尉带兵冲过来，直接用长矛拦住了并废的刀，真是险呐！程校尉的兵器不如悍匪的金贵，长矛被砍断了。程校尉没了趁手的兵器，他拼着一身伤抢过对方的那柄长刀，这才护了我们一家老小的命啊！医生大伤啊！儿啊，上哪儿了？把衣服脱了，让阿母看看。胡婶子还在呢。没事儿，胡婶子什么都见过，快脱了衣服让阿母。大郎。哎呀，大郎啊！阿母让你去打仗是想让你立战功正金爷，可没想让你去拿命换呐！美好的刀剑，孩儿只得拿命搏了呗。我已经告知他了，想必可以令军国看清事实，分清是非。战场上，刀剑就是将士的命啊！竟还有一些黑心干的东西，拿着一碰就散的假的兵器，托换成好的兵器拿出去卖，呸！真是丧良心！老夫人，董夫人求见。好，
他来的真好，请他进来吧。是。妹妹，你先下去歇息吧。谢老夫人。舅母定是为舅父的事情来为难阿母，都怪孩儿无能，官职卑微，即便去求灵不疑，他也未必肯放过舅父。不如我今日就顶了罪名，只说是董舅父监守自盗，都是奉了孩儿的命，而后孩儿被杀头，换回了董舅父，咱们程家被抄家，换回了董家。太好了！哎呦，这个主意可太好了，这个主意可真好啊！外甥是大官，便是犯过罪，皇上也会多加宽宥的，顶多呀，不就是罚钱了事。阿紫，我看不如就让外甥去顶了此罪。啊？你个毒妇，竟敢想害我的孩儿！昨日家中烟囱不出烟，我觉得不对劲儿，我就请示了老神仙，竟说我程家必受亲眷牵连而致家宅不宁。老神仙的指示果然没错，我程家真的要亡在你手里呀！现在连二房的布庄都被查抄了，全是因为你们！你们家一个个的都不是好东西！来人，把这毒妇给我推出去！谁敢把她放进来，我就砸断谁的腿！阿紫啊，是他自己说，闭嘴！是他自己说的好吗？哎，这话是他自己讲的。这便是阿母日日偏听偏信的结果。阿母被舅母这些人挑唆，认为他们才是好的亲的，而自家人呢，反倒被骗着欺着的。我与元一这些年血里活力，拼着命的讨功劳，才有了我们程氏这样安稳的日子。难道这一切都要被董舅父的罪过给丢弃掉吗？不，不要，不要！老夫人在屋中坐了整整1日，说是不过来用膳了。阿母吃饭向来最为积极，不肯吃饭，怕是真的想通了。总算是消停了。多亏阿父将话说到大母心坎里去了，大母再偏心，也不能拿陈氏全族前程换舅爷性命。食不言，寝不语，父母义士，与你何干？这不是还没吃吗？你大母不来吃饭，也有你的功劳。好，好，好，吃饭，吃饭。阿父啊，我突然好生不舒服，怕是脾胃还未养好。娘娘像我，吃饭的时候听训啊，胃脏痛。圣人都说，饮食不训子。哪位圣人说的？娘娘多吃些肉，前几日在庄子上饿坏了吧？多谢阿父。嘿嘿。脾胃不好就要少吃肉，空空正好将养。阿母，
饿了吧？来吃点心。来，十几年没见儿了，看看儿可否变了模样？啊？我知阿母是担心儿。你是阿母生的头一个孩儿，阿母怎么会不担心你呢？十几年，你通过寄回来几片竹简，阿母以为你杀敌立功有威风，哪知道过得这般苦。我倒是想给阿母写信，可是阿母也不认字啊。我倒是不乐意让葛氏拆读我给你写的信。葛氏再不济，你不是也把人家的陪嫁都拿去补贴了萧家吗？她的嫁妆去哪儿了，我不知晓。但我诚实顶天立地，我再不济也不会把地妇的嫁妆养心腹娘家呀。萧元一是个二嫁妇，家败人亡，财产都抵卖光了。你还这么稀罕他？我就是稀罕，除了他，我谁都不想娶。儿啊儿啊，阿母最疼你和三郎了。可是你们俩自从成了亲，都只顾念着心腹，有话都跟心腹说，再也不理我这个阿母了。这男儿成家立室，不就该如此吗？便是100年以后，阿母与阿父同葬，儿子们也得跟心腹同室而葬吧？哎，总不能咱们娘仨埋一块儿吧？切！哦，我明白了，阿母是羡慕我们俩成双成对儿。我羡慕你们。阿父过世的早，阿母甚是寂寞，儿也知道。哎，阿母有没有看顺眼的人啊？若是有，改嫁何妨啊？我们做晚辈的绝不阻拦。说到什么呀？我何时说想嫁人了？啊，你这孩子！阿母不必害羞，阿母为成家操劳，孩儿们都看在眼里。阿母若是要改嫁，儿子和弟弟们绝无二话。阿母若是生出新弟弟妹妹，儿子必视他如同父手足。好，好啊！若是你先走了，我一定给你的心腹找一好人家嫁出去，到时候再生一群新孩儿。那不怕，我们元一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。你给我滚！你个不孝子！我今天非得打死你！你给我滚！你个臭小子！你瞧阿父给大母气，到底还是阿母棋高一筹啊！让夫君为自己而战，何必自己在大王面前张牙舞爪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些都是我的算计？身为女娘，背后偷听闲话不说，还恶意揣度长辈，实在不像话。把手伸出来！从明日起，娘娘留在屋里抄读礼记，抄不完不许出门。可阿父说了，上元节有热闹的灯会，我10几年从未去过。万事皆由长辈做主，
你就好好在家中习书即可。阿母是带着尺子上门来找我做主的。女公子误会女君了，女君带尺子来，并非为了打你，女君是心疼你的，只不过是在气头上。青松再去劝劝啊。女公子，别难过了。有何好难过的？我又不在乎阿母如何看我。母慈子孝这种花本子，本就不属于我，既不曾拥有，自不会因为失去而感到难过。哎呀，哦，呵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莫非让君姑给打了？阿母啊，眼红你我恩爱，我好心劝她改嫁，她还冲我发火。你说什么？你劝君姑再嫁？啊，有错吗？我看她近日火气太大，怕是阴阳失调。君姑打得对，我就应该再给你打个对称的。当初我觉得儿郎能入仕，教养不好，小则败家，大则牵连全族。女娘哪怕刁蛮些，我们总能护得住她。况且战场刀剑无眼，也不想她随着我们受罪。可我没想到袅袅这惹事的本领，半点都不输儿郎。我真后悔，将孩子留给了葛氏，尽学了他一身的毛病。听墙角，使把戏，看长辈的笑话，这哪一点是有教养女娘的习性？夫人稍安勿躁，消消火。既然葛氏没教好，咱们慢慢教便是了嘛。慢，这可慢不来。我若不教好，难道等他夫家去教？你再看看这个，这是何物啊？昨日家中烟囱不出烟，我觉得不对劲儿，我就请示了老神仙。这是你家袅袅啊，偷偷的将烟囱改了道，装神弄鬼的吓唬君姑。他就是瞧准了君姑迷信，故意使坏。哦，我说呢，最近烟囱怎么坏了呢？咱家袅袅还真是聪明，这就都懂了。你还护着他？若他是我手下的兵士啊，我直接给他拖出去打一顿军棍了。我瞧着袅袅的几身衣裳都不合身，你去我屋里把尺子拿来，量后再给她订几套更合体的。我知道夫人你是想弥补，想赶紧把她教好，但养兵还需千日啊，咱们才回来几天呢。当年我已经做错了一次选择，才使得袅袅变成了今日这般。我不能一错再错，放纵她，会误了她终身的。这孩子我得管。